大家晚上好，呢個係 Melody FM，我係你哋嘅 DJ 陸兆福。我講人話啦，為什麼這麼兇？我知道很多人 tag 我，這個是這個 RFID 的這個問題。路燈叫你交代，交通燈壞了叫你交代，路燈要你交代，parking 不夠也要你交代。我要跟網民說，這個不是我的部門的。哈，其實人生就是你越高職位的人，你必須要看到越低的人。楊美瑩、楊巧雙。有人说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妆有台词有立场，但卸下这一切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故事有笑点有温度的人。不聊政治，我们聊人生聊生活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从笑声到心声，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政策很無聊，政治很難聊。你好，不聊政事，我是寶儀。今天我們請到了 YB 陸兆福來陪我們一起吹水閒聊，歡迎 YB。你好，好 YB 陸兆福這個名字哦，我相信現在99%的大馬華裔民眾都知道他是誰。我們不敢說99%。OK 啊，98%啦。但是在不聊政事呢，我們其實更想要認識的不是 YB， 不是行動黨秘書長，好，也不是交通部長，我們想要認識陸兆福這個人。所以如果說私下所有的政黨還有政府的給你的頭銜跟標籤的話，你會怎麼來形容陸兆福這個人啊？陸兆福是一個普通人，一個來自小地方，來自芙蓉的一個愛馬來西亞的一個公民。你說你是一個愛馬來西亞的普通人，但當然要了解陸兆福這個人，我也做了一些功課。你身邊的人都怎麼來形容你這個人？大家講的答案都很一致的，你聽一下他們的形容詞哈。他們說你是一個很有神秘感的人 ，Poker Face， 完全猜你不透。還有不可以亂跟你開玩笑，那些人都不了解我。嘿，到底剛剛以上的形容詞啊，是事實的全部，還是外界對陸兆福的誤會？不聊正事，我們今天會幫大家找出答案。二選一，快問快答。YB 準備好了嗎？張學友、鄧紫棋、張學友、Mr. Bean、周星馳、楊美瑩、楊巧雙、汽油車、電動車、冬至、聖誕節、交通部、旅遊部、Pasar Malam Shopping Mall、跟黨同志喝茶，跟記者喝咖啡、燒肉、燒包。你剛剛張學友跟鄧紫棋沒有考慮，你就回答張學友。張學友是我的年代嘛，啊，鄧紫棋比較年輕，雖然我也是喜歡她的歌。根據我的路邊社消息，兩個人的演唱會你都去過。對呀，所以為什麼選擇張學友？張學友是比較你的年代，因為張學友是在90年代，他是四大天王。我90年代長大的時候，就是聽錄音帶的那個年代，我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所以張學友香港的歌手對我來說都是非常的熟悉，我非常熟悉他們。不是他們非常熟悉你。你的消遣活動是什麼？你很常聽歌的嗎？常聽歌，也喜歡看電影。比如說有誰是你非常喜歡的香港歌手？香港歌手肯定張學友也是其中一個 ，Beyond 啊，譚詠麟，這是也是比較老一輩的。好，下來汽油車、電動車，你選的是汽油車，為什麼？你不相信未來電動車？不相信未來，我還沒有擁有過電動車，所以現在還是選擇汽油車。冬至跟聖誕節，微微你會選冬至哎，可是你選聖誕節。聖誕節的氣氛比較好嘛。冬至是肯定我們華人的傳統節日，但是冬至你會慶祝一天罷了嗎？你只是測這個當月罷了嗎？但是聖誕節你現在11月就開始有那個氣氛了。你雖然的成長背景呢是在非中文教育長大的，可是你非常的注重華人傳統節日，端午節、中秋、過冬，還有過年，你的選區活動安排上一定會回去跟老人家過節。對呀，我想問為什麼過節會特別花時間想要陪老人家？雖然我不是受中文教育，但是我在一個非常傳統華人的一個家庭長大，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我就懂這些東西。比如說過年接財神這什麼回事？那麼現在因為是人民大議事，所以人民大議事也肯定需要跟選民互動的嘛。特別是我覺得跟一些老人家慶祝，我覺得是非常溫馨的。
加上也能够带一些快乐给他们，特别是我们在社区的一些年长的一些老人家。可能如果说很从选票的价值上面去考量，可能大家会想要办一些更欢乐啊、更多人，或者是接触年轻人。可是 YB 却是很坚持，你的选区助理说一定是跟老人家，甚至是一些弱势群体、身心障碍的一些老人家。我并不是说，如果你从选票的角度来看，肯定年轻会比较多，但是年轻人太多选择了嘛。因为其实老人家的心态，年轻人要去有节目，老人家也希望有节目的嘛。所以当年纪大的，那么他们有一些社区的活动。我觉得他们很开心的，比如说过年我一定会主办一个团圆饭，请他们去捞生吃团圆饭，600-700个老人家一起来，一起捞生，一起吃团圆饭，又找一些商家来派红包，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啊，他们拿到红包也是很开心，他们吃团圆饭也很开心，所以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也现在带一些年轻人来叫他们一起来办活动，就是我会请他们来去餐馆吃一餐，那么叫一些学生来表演，所以这些就是希望带出一个良好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年轻一代的，就是大家去呈现给我们的长辈去欣赏，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开心的一回事。交通部跟旅游部，你选择交通部，我会这样 set，你大概也知道我的原因吧？因为我是交通部长嘛，现在肯定要 focus 在交通部。对，可是大家如果熟悉你的人，在你以前还没有当部长之前看你的国会辩论，都会发现你非常的关注旅游部。你也讲过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给你选的话，你想要选旅游部，对吗？确实，如果有机会做部长，做旅游部也不错，因为做旅游部很多好处，就是你做工就是去其他国家去推广马来西亚，又可以出席很多这些文化活动啦。包括比如说选美啦，也可以旅游部长出席啦，就我这样认为嘛。是。可是你作为行动党的秘书长，第一把交椅，你要去哪一个部门没有的选的？有，其实我们讨论我们要给当时的首相敦马。我建议应该我们哪一个部门比较适合我们？我记得我们就有提议，可能交通部，还有一个就是通讯部。我们2个人，我跟郭宾信，我就看就是郭宾信看住我你选先，我想我选交通部，因为通讯部我不是很了解，郭宾信也对这个部门也不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个我们的建议啦，我们也不知道首相会不会选嘛，因为首相的决定，而结果出来，很多人很意外。因为我是第1轮就被委任成为部长，所以那个关键就是说，其实部长去什么部门，你们里面内部还是可以有的选的啦，不是说首相一个人讲，他安排去哪里，并不是说有的选的，最后的决定还是首相的决定的。我们可以说可以建议，如果你给我选的话，肯定我要选回交通部，因为第一我熟悉的一个部门，第二我有一种感觉，当时就是我还没有完成我的工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在交通部就是一定要从哪里跌倒要回去那边，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你还是坚持选了交通部来做黑。OK， 刚刚跟党同志喝茶还是跟记者喝咖啡？你选的是跟记者喝咖啡耶。江湖传闻说，跟记者喝茶吹水，是你解压的一种方法。请问我可以 fact check 一下吗？因为当年我们是反对党。肯定在地方上一定要跟地方上的记者打好关系。怎样打好关系呢？就是每一次开完记者会的时候，请他们喝茶，成为一个习惯了，就是跟大家很熟悉。我常常都有记者会的，在地方上处理民生问题，几乎1个星期都有几天。所以我的记者会就很醒目的，我的时间我不会选太早，也不会选太过迟，过了2点肯定不开记者会的。你不能够8點叫記者會，肯定那時就很罵你的。我哋未開工，8點就叫我哋，7點就要醒咁樣。所以一般上我也是一個遲的人，我也不會太早起來的。所以一般上我都10點開記者會，10點大概半小時45分鐘就結束了。過後就是大家一定去喝茶，喝茶最少喝1個半小時的。他做我的工極爽，10點來喝完茶，差不多1點了。回去寫個稿，做多另外一個新聞，做2個新聞，它就結束了。完全，所以地方上的記者跟我是很高興的。YB下個環節不是我問問題了，而是他們有問題要問，他們想問的是他們是誰？馬上來讓你聽一下。Hello SG， 我們其實很想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你的臉每一次都這麼的嚴肅？
你会不会担心我们的年轻的党员啊，或者是我们的intern啊，不敢来跟你讲话，不敢来跟你交流？这个是我们全部都很好奇的。我讲人话啦，为什么这么凶？可能对党同志或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肯定要对他们严肃一点有那个威严吗？所以是你故意塑造起来的一种领导形象吗？一般上如果比如说谈工作，我都会比较严肃、比较认真的。所以你觉得你的领导风格是什么 ？To be feared or to be loved？ To be feared。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成为一个党的领袖，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威严，一定要保住在那边，不然的话，有可能有些人不觉得你是认真的，或不觉得需要尊重你的。特别是你是他们的领袖的时候，Don't play 啊。OK， 好，下一道题我们来看，他们想问的是，下一位好像真的要跟你 play 了。Hello YB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看你会不会？这个是很多网友讲的一个 memes 来的 ，RFID 你知道是指什么吗？哈哈，正确答案 Reverse Forward If Cannot Do It Again 。有另外一句 Reverse Forward Inshallah dapat。好，我想问你自己过偷加车或者关车，过偷是用什么 lane 的？我通常用 Smart Tag。因为你对 Smart Tag 也是这样的 RFID 也没有信心吗？不是，我还没有安装我的车，我自己还没有安装 RFID。所以 Smart Tag 比较 smart 啊，各位。好了 ，Smart Tag 的 lane 还比较多吗？目前，会加上我要跟网民说，这个不是我的部门的。哈，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这个是工程部，我不是说推卸责任，但是highway的事情是工程部。我知道很多人 tag 我，这个是这个 RFID 的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个 RFID 偷的问题 tag 你，还有很多哦。漏水也叫我交代吗？路灯叫你交代，交通灯坏了叫你交代，路灯要你交代，parking 不够也要你交代。来，我们来划清一下哈，就是有哪一些东西tag 你真的是没有用的，是工程部管的，你可以快速的简单跟大家讲说。RFID 就是我们要 tag 的是工程部长，可能他比较低调啦哈，路灯也是，路灯也是。交通灯肯定不是交通部管的，交通灯肯定是 JKR， 还有甚至是交通灯很多是地方政府安装的。路灯，马来西亚的路灯有分三种，一个是中央的路灯，一个是州的路灯，还有一个地方上的路灯。所以怎样看呢？比如说那个 TNB 的灯，就是一般上都是 TNB 安嘛，但是那个电费通常都是 PPT 要给，所以 DNB 有 DNB 安那些路灯，DNB 的路灯肯定有一个 code 的。DNB 什么写在那边？还有一种就是州 JKR 安的，还有另外一种，比如说在花园区就是地方政府安的路灯。所以 YB 来跟大家做了科普哦，工程部跟交通部的管辖范围，希望大家可以搞清楚，以后 tag 部门要 tag 对比较可以有效率的解决问题。好，我们再看他们想问的是还有什么问题？老板，你还有偷偷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吗？如果有的话，下次可不可以带买助理一起去？OK， 这个肯定不会带助理去的。OK， 这个关键还有，他讲老板，你还有偷去看张学友的演唱会吗？没有所谓偷，光明正大去看的。嘿，我就问他了，为什么你要讲你老板偷去看？我只是低调去罢了，不是偷去，要改一改他的字眼。那你刚刚讲的低调据说啦，他讲是别人跟他讲的。他讲你低调到是演唱会开场了之后你才进去。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前你才出来，所以这个没有这回事没有。演唱会有时候为什么迟到？因为塞车，不是因为偷要。因为我一般上看演唱会，我都会戴帽子，戴 mask， 很少人知道我去看演唱会。你有没有觉得说，像你要很低调嘛 ？OK， 要戴 mask 啦，戴帽子，会觉得说，当了部长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吗？有时候我们政治人物是很比较敏感的，就是又怕人家那个人看到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会不会得罪他？会不会他不高兴啊？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吃饭我也不要干扰你，你也不干扰我，这样就是低调一点呢。对，就是也给彼此尊重彼此的私人生活空间。YB 下班之后，部长下班之后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想要去咖啡店、去妈妈档吃一下东西，就是大家也尊重部长的私人生活时间。他们想问的事已经问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你敢不敢答。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YB 抽签里面的问题你抽到哪一题就回答。OK 了。什么答案？来，我们来看你抽到什么。现场来一段 pre-flight announcement。pre-flight announcement。
你知道为什么吗？哇，你的那些常常看你很多 video， 你上飞机啊，佳节送机的时候，你都会在机上做广播，然后很厉害，不用看稿的很顺 ，OK 吗？现在可以吗？现在 OK。那我们现在要来一段，就是专属于陆兆福部长的航班起飞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this is your minister speaking. We are on board AK 5102, bound for Kota Kinabalu. We are ready for departure. Please get your seatbelt fastened, switch off all your electronic devices, and keep your window seat open. Have a safe journey, and welcome to Kota Kinabalu. 太棒了！怀斌，你真的是背下来的有谁会去背这个东西哦？为什么你会把它背下来？你每一次坐飞机，你一定都会很 standard 的嘛。可是你喜欢做这种 announcement 不只是在飞机，我看你在 ETS 最新的时候开通去 Kluang 的时候，你在阿公的身边做 train announcement 也做得很 steady 你好像很喜欢做 announcement 所以如果以后没有当部长的时候，可能是 Melody 可以请一请我做 DJ 了。真的吗？退休的政治人物都可以当 DJ， 现在都有一些例子了。你有过 DJ 梦吗？有真的你想要主持什么节目？什么时段？我喜欢晚上的节目会比较好看。怎么说？早上起不来。晚上想要跟大家谈些什么？晚上的声音需要很温柔，很有磁性的。我也可以的。你 OK 啊？这样我再来一段可以吗？你大概做一个 opening 晚上的节目讲广东话都得嘅。我的台长、我的音樂總監 Melody 全部都在，你可以來一個 open audition。OK。大家晚上好，呢個係 Melody FM， 我係你哋嘅 DJ 陸兆福。今日我哋要傾嘅係人生點樣更加好好咁過。真的得哇！你的声音控制调整也非常好。政治人物都是也是靠跟 DJ 跟主播都是一样的，都是靠那把声音。如果有一个机会的话，你会想要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晚上谈什么呢？我觉得晚上谈人生是很好的，因为晚上是天黑了嘛，大家都可能 wind down 一点，要去 reflect 你的生活、工作。有时候不顺利，或者人生有时候不顺利，怎样鼓励人家？我觉得如果以后我退休过后，其中一样事情我想做的就是怎样给其他人，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人，给他们鼓励，更加有那个积极的去生活，因为人生每一个人都会有高低的。都会有跌倒的时候的，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的，都会有不顺利的时候的，所以这些政治人物肯定有经过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起起落落很多，我觉得我本身还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你聊到人生，下个环节，我们的环节名字就叫做人生这道题。在我去跟你的助理了解你是一个怎样的老板的时候，他说你是一个很固执、有自己的坚持的一个老板。特别是当了部长之后你坚持不让你的助理帮你拿 bag， 你坚持不让助理帮你开门，你坚持坐官车的时候要坐前面，跟司机一起坐，甚至还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每次官车一抵达一个活动，要大家要迎接 VVIP 嘛，然后呢主办单位就来帮你开门开后车座的门，结果一开门找不到人，然后你就默默从前门下车，拍拍他的肩膀，say hi， 然后大家就一阵尴尬。一般上因为我的车肯定有那个 tinted 的，你看不到前面有没有人，所以一般上肯定开门那个人一定开后面的，因为他都会预料，肯定部长都是从后面那个门下来嘛，所以我常常都是一到我就开门了。为什么当了部长之后还在这些小动作上面有这些坚持？我觉得为什么我坚持这一点呢？第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要人家说你当了部长就好像高高在上吗？对人那方面，我觉得我就会比较尽量的做到人家也舒服，不觉得我有一个隔离，或者大家是必须要觉得你是很重要VVIP 要什么都要特别的对待。行动党的领袖你必须要有跟其他政党不同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是从群众来的，我们是从反对党的身份过来的，你更加要珍惜，更加要
随和，更加要觉得你做官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过去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对人必须要有一份尊重，无论那个人是什么身份，比如说看车的，或者一些在酒店帮我打理房间的，甚至国会帮我们洗厕所那个安哥，我都会特别对他好的，都会尊重他的。其实人生就是你越高职位的人，你必须要看到越低的人，可能你跟他打一个招呼，跟他笑一下，对他的生活，对他的那一天的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鼓励来的。做了部长这3年，有一些你坚持不要去改变的事，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跟习惯，但是这3年也有一些事情是变化很大的，就比如说网民对你的一些留言，甚至是评价上面的变化，这3年来我们看到确实是非常大的。那些网民的批评有一些已经是近乎是不讲理的，就是人身攻击，缺乏理性的，就是情绪罢了。你看到这些网民的留言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打击吗？会很恼吗？肯定我知道，你网络上肯定有人会批评你，有人会赞赏你，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欣慰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包括我的自己的脸书，一般上的 comment 都比较正面的，比较赞同的，所以那种我就觉得不需要很介意那些批评你的人，特别是当部长不能够给这些言论或者这些批评或者这些很负面的一些字眼来影响到你的。虽然人怎样都有一些脾气，怎样都会有一些情绪的，但是我们也尽量的来平息自己的这个心情算了，就不看不理会，明天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生这道题，最后我们不能不问这一题。YB，你曾经自己公开说过，你不会做到80岁的。如果秘书长3届任期都顺利的话，你可能在55岁就会退休了。有想过吗？退休之后的一些人生规划？现在还真的没有所谓的规划。如果真的我比较顺利的，我可以当完9年的这个行动党秘书长，也能够领导行动党在下一届继续得到人民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在内阁里面2届。你有2届的经验，10年，差不多10年，如果包括我22个月，可能有超过10年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有10年的经验在内阁是已经看过很多东西了。这个经验我觉得是很宝贵的，真正退下来过后，可以做一些这些 consult 的工作，或者一些 advice 的工作，有一些收入，但是也同时也可以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希望我能够做到的这一点，就是在你最高峰的时候，你要退下来。在我退休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的价值。你积累的人脉跟你积累的政治智慧，还是可以在你退休之后贡献社会。对，人生就像政治一样充满变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祝福 YB 接下来的人生，不管是规划还是任何的变数，都能够很顺心的去度过。谢谢 YB 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不聊正事。谢谢 YB。最近积极拍片做科普，但好像没什么流量，你 set 吗？我觉得帮我拍那个人 set 一点你自己有没有在研究或者参考哪一个政治人物他的 social media content 是做得很好的？你有没有参考？